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今天是一个新的单元，叫做开心速报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在镜头前打开新的护肤品，直接使用去表达感受。比起之前的日间晚间护肤，真正算是第一时间分享购入产品的感觉。上周我尝试了人生第一个超声炮的项目，之后也会跟大家分享在我脸上的效果。那么做了医美之后呢，械字号的面膜肯定是必需品，所以这周我都在持续的敷面膜。虽然我多次强调过很喜欢可复美的重组胶原蛋白敷料，但是它还是算敷料里头偏贵的。这周呢，我新入了一个白菜，来自于理肤泉的械字号面膜。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理肤泉竟然有这样的产品，并且它的制造方呢竟然是来自于大佬华西生物。据说这款面膜呢只在医院贩卖，所以很多人可能花的都是高昂的价格入的。正好我有看见 C 店在隐晦的售卖，大概每片盒5-6块钱人民币，也就是一盒60块钱左右。我买了几盒来感受一下。只要有医美的计划，常备敷料呢是很有必要的。其实从成分上来看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整体来说一样也是促进你皮肤自我修护的一款保湿面膜。面膜的材质呢其实和可复美差不多，每次去医美诊所呢都会涉及到敷料的过程，在使用感上我并没有觉得理肤泉和那些不认识的品牌有太大的区别。可复美连续敷1周呢是能够肉眼可见的皮肤变细腻的，理肤泉的这一款它的修复性就没有那么明显了，算是中规中矩吧。我想再次强调一下，就是不要神话面膜，日常呢也没有必要疯狂的去敷面膜，只有在医美前的1周以及施术后的修复，在医生的嘱咐下去使用，才能带来比较明显的改善。因为械字号的面膜呢就是辅助医美促进自我修复的一个过程。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一整组的护肤线的更新，都是贵妇线。在此之前呢，我先来把 La Prairie 的这款蓝鱼子精华来激活一下，按一下这个激活键，来回的去摇晃它。现在它已经完全激活了，就按照从化妆水开始依次来介绍一下吧。这瓶化妆水呢，其实我想讲一下，就是 La Prairie 的这2款产品呢，基本上在我的购物分享里都有介绍过。这个白鱼子的化妆水呢，甚至是去年双11买的。我自己的感受下来就是，如果你想在新品刚发售的时候就购入的话，其实价格应该是最贵的。即便我当时有分享，还是蛮合适的价格入的。但是今年一整年，我发现他们都是有价格下调。当然，我指的是代购的价格啊，并不是指官方的价格，因为大家应该知道这个牌子只会越来越贵。那么就从白鱼子化妆水开始体验。瓶子做的也比较华丽，它是用拔的这个方式，而且挺紧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掉落出来。按压的设计，来看一下它的质地，凝露状的这样的一个质地，好，上脸来感受一下吧。标准的蓝鱼子的超级浓郁的香味。比起蓝鱼子的那款水，它们俩的质地其实看起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润度不太一样。我觉得白鱼子要更水润一点，按压2下的量涂全脸就是可以的，而且会变得很柔软。那么贵妇的护肤品，其实它的化妆水更多的体验的感觉也像 SK-II 一样，像精华液，而不是单纯的化妆水了，使用感还是蛮美好的。接下来就用这款号称液体超声刀的新品啊，当时一出来之后我就非常的种草。虽然啊，就是 La Prairie 的产品，你拿到手里细看，它是会有一些细节做的不是那么的精细的，但是它的设计还是给人感觉非常的高大上。尤其这款精华它其实只有20毫升，但是它很重，这个是玻璃瓶的滴管状的这样的一个质地，也是这种凝露状的，这个里头是有很多小珠珠的，吸收真的非常的快。我一直很喜欢 La Prairie 的，除了它的效果比较明显之外呢，我觉得就是它的肤感特别讨好油皮。这款精华也是完全不会有任何油腻的感觉。关于它的味道的话，是明显要比化妆水和反重力要淡不少的。从化妆水到这款精华，我现在肉眼可见的就是脸上很光泽很紧致。这款精华呢是在原本就比较有名的反重力精华之前多了一个步骤，所以其实应该是有相辅相成的作用。也是因为我买了它，所以我最近又入手了一瓶鱼子反重力的精华。那接下来就来涂抹它。
一般是按压2下的量。反重力的精华虽然是50毫升，但实际上差不多1个月就会使用完。别的贵妇品牌50毫升真的可能用2个月以上，但是反重力就是用得很快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会比前2者要稍微有一点点润感，但整体来说依旧也是非常非常清爽的。以前我就觉得蛮明显的是，你使用完立刻觉得整个脸的线条是相对比较清晰的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很钟爱这款精华的原因吧。接下来呢是 Review 的这款大名鼎鼎的抗氧化精华，它也是容量特别少的一款精华，但实际上每次只需要用几滴，基本上都是早上使用，所以还是比较省的这样的一个质地，水水的，没有太多负担感的一个精华。如果你把它混到别的精华里面，基本上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。接下来呢是2个眼部的产品，来自于 Revision， 就是瑞斐石。Revision 这个产品我以前应该有介绍过，就是在日本比较大的医美医院里面其实有售卖，然后它价格也是比较偏贵的。这款15毫升的胜肽精华，其实我现在是把它当眼部精华在使用的。它挤出来呢是这种凝胶状，我每次这一下呢就用在眼下以及法令纹处，所以即便15毫升，我觉得应该还算耐用，没有任何的负担感，一样也是吸收非常的快。这款精华在我眼部使用的时候有明显的收紧感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的胜肽浓度比较高啊？因为如果提到抗老的话，大家都会说到玻色因 A 醇跟胜肽，而相对来说胜肽是比较温和的，只是这款精华我每次涂抹完，在我原本两颊容易泛红的位置呢，它就会发红，没有疼痛感，也没有别的反应，就是会有些微的发红。所以我觉得抿皮用的话也许会有一些反应，目前来说只有发红，没有出现别的状况。同系列的这款眼霜它是做的有这种金属按摩头的这个设定，每次使用的时候你按压一下就是完整的这个量。这种开放式按摩头的眼部产品呢，其实就很容易会出现，如果你有1天2天没有用，就会表浅的有一个部分是会干掉的。这个眼霜的质地啊是非常的水润的，很好延展。最后呢也是一个 Review 的产品，就是它比较出名的那个夜间的更新面霜的乳液版本。这款乳液的话它也是含有果酸的，先来感受一下，看得出来是不是那种很稀薄的乳液，还是蛮有体积感的。上脸是有一定的滋润度，但是依旧吸收是蛮快的，然后带有润感的这样的一款。其实我觉得虽然是乳液，还是有一点点像现在蛮普遍贵妇面霜的那种质地。通常果酸类的产品呢，涂抹起来会有一定的刺激感，这款产品是完全没有的。所以贵妇产品即便在成分派上面也还是很注重实用感。这些年我选自己喜欢的护肤品基本上是雷相对比较少的，这整组产品呢都很适合油性皮肤的肤质，没有在质地上翻车。至于它的功效呢，我使用一段时间再来给大家分享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开心速报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就请点赞并继续关注，感谢你的收看。